这个角度，这个视野，你猜我坐的是第几排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Off-Lab 的新车报告，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乐道的第二款纯电 SUV 车型，也是一款大6座的 SUV 车型，乐道 L90。今天呢，我们将会从一个用户的视角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正解决了那些家庭用户的痛点。在乐道正式推出这台车之前呢，他们针对整个的家庭用户做了一些市场调研。那么整个调研数据呢，主要围绕这些大3排 SUV 到底还有哪些没有解决的痛点来去做的。那么实际上这些痛点是非常多的，但是大致呢，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空间痛点、驾乘痛点、补能痛点以及成本痛点。那我们一个个来说一说，看看 L90 到底做到了哪些。我们先来说一说空间痛点，大致呢也可以分为2个小痛点。首先就是3排的座椅空间舒适性表现怎么样，其次呢就是它整车的一个储物空间以及开合方式是不是好用。那恰好我们在车头首先给大家展示乐道L90非常想要强调的一个前备箱功能。通过这样一个双击的方式，就可以把整个的前备箱空间展示，并且你细节你会发现，伴随着这个前备箱的打开，整车的一个悬架高度也会下调，方便我们进行一些日常货物的一个搬运。那包括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场景设置成一个双人沙发啊，可以享受一些露营的场景啊。那所以在使用场景上来说，它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当我们去那个超市去购物的时候。把这个货物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打开前备箱的方式，就不需要进入到车尾，然后绕一圈。那整个的后备箱空间，在我们把这个座椅调到这个最正常的姿势状态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纵深大概是在我整个的臂展差不多80到90公分左右。相比较传统的5座作为它的纵深是欠缺的，但是这个体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场景演绎当中，可以实现这种咖啡机这种后备箱及时的摆放，所以日常简单的行李我觉得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和 L60 相同的是，它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下沉空间。那么在 L60 上面呢，它是作为了一个车载冰箱，那么这台车你也可以放行李，也可以放冰箱，所以储物空间呢，我觉得不用太过于担心。那至于3排的舒适性我们直接坐到车里面来跟大家去讲一讲。那整个3排的空间性也是家庭用户最为关心的。那事实上，整个的2排它这个出入，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2排的空间它留了一个足够深的一个宽度。那3排的舒适性，首先我给大家看一看这里，那这里可以支持我们整个的座椅的靠背的调节以及这个加热的一个功能，包括还有一个 Type-C 口。然后这里有个小设计，就是相比较传统的杯架，这里还放了一个专门可以放置手机的地方。那整个的乘坐表现，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座椅的这个横面呢，基本上可以到我的这个膝盖处，所以它的一个承托性还是不错的，并且配合一个接近38度的一个仰角，我觉得我的整体舒适性还是很到位的。当然了，大家如果仔细观看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整个的2排的滑槽并没有滑到最后所以它整个2排并不是说是一个最舒服的位置，它更多的还是一个保证2排跟3排这么一个兼得的状态。那所以作为3排的用户体验来说，我觉得在这台上面不会有任何憋屈的表现。那关于大3排用户的补能焦虑，我相信乐道 L90 是解释成本最少的车型了。首先可充可换就是它的特点之一。那截止到目前呢，乐道的换电站已经超过了2000座，所以江浙沪的用户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补能焦虑。那续航方面，这台车是标配了85度的电池，动力版本呢分为了2驱跟4驱 ，GLTC 续航可以做到550公里。后续呢，我们也会通过 Lab 测试来进一步测试它的一个能耗表现和它的补能效率。最后呢，我们给乐道 L90 做一个总结，我觉得在空间利用上来说，乐道 L90 真的是让我心服口服，尤其是在整个的3排空间表现以及这种功能配置上面来说，它都让我感受到有一种坐在 SUV 的这种2排的体验。那其次，它也很多巧思，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前备箱的设计，在场景化的丰富，尤其是在日常家用场景，比如说从超市购物搬运货物，并且配合空悬的下降，这些呢都是整个的一个研发人员在实际使用场景当中可能会遭遇的问题，并且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定义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乐道 L90 真的是为家庭用户考虑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步观察它的一个动态表现，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